乌克兰出手了，海马斯导弹猛袭别尔哥罗德，俄军水库大坝被炸毁，乌克兰连夜反击，3套俄军防空系统被摧毁，克里米亚战火再起，乌军强势反击，利曼方向收复失地，俄军损失惨重，20辆装甲被毁，红军村激战正酣，乌军收复苏赫茨克，俄军阵地被突破，北约亮剑东欧，2万士兵齐聚波兰，启动大规模演习，50架 F-35进驻前线，威慑俄白边境。欧盟批准500亿欧元援乌计划，首批资金72小时内到账。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势仍在持续升级，这次更是动用了美制海马斯 HIMARS 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动猛烈攻击。突发消息显示，乌军近期成功摧毁了位于别尔哥罗德地区的俄军水库大坝，造成严重破坏与混乱。据 Astra 等多家军事情报频道披露，当地时间10月24日前后，俄罗斯边境重镇别尔哥罗德突遭海马斯火箭弹袭击。乌军此次行动的目标直指当地重要的格拉夫夫卡水库大坝，这一设施被视为俄军后勤补给与防御体系的重要节点。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现场照片和视频可以清楚看到，水库遭受了猛烈轰炸的痕迹，至少有3枚 GMLRS 制导火箭弹命中目标，大坝主体部分与附近建筑物严重受损。画面中，一栋临近大坝的建筑物已彻底坍塌，防护堤与闸门附近的基础设施被炸得面目全非，碎片与残骸散落一地，整个区域一片狼藉。俄方随后发布了紧急声明，承认水库的基础设施与闸门建筑受到损坏，但同时坚称大坝的主体结构并未被彻底摧毁。然而，从实际画面来看，乌军此次袭击显然已经对俄军在边境地区的后勤补给系统造成了明显破坏。分析人士指出，格拉夫夫卡大坝是别尔哥罗德地区调节河流流量的重要枢纽设施，其受损可能引发局部水淹现象，从而进一步阻断俄军的运输道路与补给线，这使乌军在战术上获得了短期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晚，乌军的无人机部队也对别尔哥罗德展开了空袭，目标是当地的电力基础设施，多处电站和输电设施被击中，导致部分区域陷入停电状态。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边境的攻势呈现出愈发频繁与立体化的趋势。从10月初开始，乌军地面部队甚至一度突破防线，短暂进入别尔哥罗德境内。紧接着，乌军的弩炮特种部队又在俄境内展开突袭，目标指向库尔斯克地区的关键据点。在这次行动中，乌军成功摧毁了俄军4辆军用车辆以及2辆号称精锐侦察的摩托车。目前，库尔斯克与别尔哥罗德已成为遭受乌军攻击最频繁的2个俄罗斯城市。乌克兰军方在多次行动中选择同时对这2地实施打击，显然是在有计划地将俄西部边境变成一个新的缓冲区，以此来缓解乌东和南部前线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这次行动也标志着美制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在俄本土的最新实战记录。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多次依赖这一系统实施远程精确打击。值得回顾的是，战争初期，莫斯科方面曾多次强调，乌克兰若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将被视为越过红线的严重挑衅行为。然而，随着战局的演变和西方援助政策的松绑，这条红线早已被彻底打破。目前，海马斯系统使用的标准 GMLRS 火箭弹射程约为42公里，但它还能够发射射程高达300公里的 ATACMS 战术导弹。自去年西方正式解除乌克兰对这些远程导弹的使用限制后，乌军已经多次向俄罗斯境内发射 ATACMS 导弹，对俄军的后方补给、机场和防空设施造成了沈重打击。这场针对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的联合行动，标志着乌克兰正将战争带入新的阶段，直接打击俄罗斯本土战略目标，全面施压莫斯科的防线。乌克兰军方针对克里米亚及其他俄战区的军事行动正在持续升级之中。在过去几天里，
乌军连续摧毁了俄方3套重要的防空系统，显示出其精确打击能力正在进一步提升。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在10月23日至24日期间，对南部战线发起了新一轮密集攻击。此次行动的重点区域包括克里米亚半岛、扎波罗热州以及赫尔松地区，目标直指俄军部署的高价值防空设施。从乌军发布的夜视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无人机在黑夜中低空突入俄军阵地，精准锁定目标后发动猛烈空袭。随即，视频中闪现出炽烈的火光，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整个夜空被照亮，远处的地平线都能看到火焰的反射。根据初步战果统计，乌克兰部队在此次作战中摧毁了2套俄军的 EL-119 Nibo SBU 雷达系统，以及1套 Buk-M3 防空导弹系统的发射装置。对这些核心防空设备的成功打击，被认为是乌军为更大规模反攻铺平道路的重要一步。这意味着俄军在当地的眼睛被打瞎，区域防空网出现明显漏洞。与此同时，南部前线的交火也愈加激烈。俄军在近期对赫尔松地区实施了猛烈炮击。当地军事管理局在通报中指出，俄方的火力甚至波及了科拉别利尼的居民区。此次袭击造成至少1名妇女不幸身亡，另有10余人受伤，其中包括1名年仅16岁的少年。值得注意的是，克拉别利尼正是俄方此前宣称已经攻入的地区，但乌克兰方面随后公布了实时视频，明确显示该城市内部并未出现任何战斗迹象，俄方的说法再次被证伪。与此同时，乌克兰南部的重镇敖德萨也遭到俄军的空袭。当地负责人透露，俄军在近期的攻击中瞄准了民用基础设施，并且首次使用了精确制导炸弹。这一举动在国际上引发了广泛关注与争议。这场袭击显示出，乌克兰仍迫切需要更多的导弹和防空装备以应对俄方的空袭。对此，西方国家的援助步伐也在明显加快。英国政府近日宣布，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140枚导弹支援。这批军援原本是英国根据一项总额高达21.3亿美元的军事协议所承诺的5000枚导弹计划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亲自前往伦敦访问，受到英国国王查理3世和首相斯塔默的高规格接待。在温莎城堡，泽连斯基享受到了隆重的皇家礼炮欢迎仪式。当他步入城堡大厅时，乌克兰国歌在英伦的天空下庄严响起，象征着英国与乌克兰之间坚实的同盟关系正在进一步深化。俄乌前线战况持续升温，这2天顿涅茨克北部的局势愈发激烈，尤其是在战略要地利曼方向，乌克兰军队取得了显著的战果。最新战报显示，乌军成功收复了利曼方向的部分失地。据诺尔报告援引消息人士披露，当地时间10月24日前后，乌克兰第425突击团对利曼轴线发起猛烈反攻，作战目标直指托尔斯克地区。在这片区域，乌军与俄军展开了长达6小时的激烈交火，整个战场上枪炮齐鸣，爆炸连连，硝烟弥漫，炮弹的呼啸声贯穿夜空。最终，乌军凭借顽强的攻势成功收复并彻底清理了长达8700多米的定居点区域。根据初步统计，俄军在这场战斗中损失惨重，伤亡人数突破100人，另有20辆坦克与装甲车辆被摧毁。与此同时，俄方近日突然在利曼地区发起所谓的机械化进攻，试图凭借装甲集群突破乌军防线。但乌克兰第3集团军的部队迅速响应，稳住阵地并有效阻击了敌军的攻势。交火同样蔓延至斯塔夫基地区，乌克兰部队在阵地前沿提前布设了雷区，成功挫败俄军的第一波装甲突击。随后，乌军的炮兵与坦克营火力全开，实施密集轰击，将俄军的推进节奏完全打乱。近期战场的一个明显变化是，乌克兰的装甲部队已开始在正面战场上与俄军坦克展开硬碰硬的对决。这种作战态势显示出乌军在兵力部署与装备使用上的信心和实力提升。空中方面，乌克兰军方的 FPV 无人机和重型轰炸无人机频繁出动，对俄军的突击部队实施精准打击，不断摧毁其装甲目标和前线阵地。
通过地面与空中的协同配合，乌军最终将俄军驱逐出战区，重新掌控了部分关键阵地。然而，战局并未因此平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随着俄方的反击压力不断增加，利曼方向的战斗仍将持续。利曼的战略价值极为突出，它是顿涅茨克北部的重要交通与军事枢纽，境内贯穿多条铁路运输线，同时还连接着斯拉维扬斯克等关键城市。自战争爆发以来，利曼多次易手，成为俄乌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区域。与利曼相似，红军村方向的战事也频繁爆发。俄军企图通过攻占这些乌东要地，在未来可能的和谈中获取更多筹码。然而，从整体态势来看，俄军在顿涅茨克北部并未取得决定性突破，前线依旧处于拉锯与消耗之中。在国际援助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乌克兰将在未来几天内接收新一批幻影2000战斗机，这将显著增强乌克兰空军的作战能力。与此同时，巴黎方面还将向乌克兰提供 SAMP-T 防空系统专用的新型导弹，其中包括可拦截弹道导弹的 Aster-30系列。此外，法国国防部还将启动新的空军培训项目，为乌克兰飞行员提供系统化训练，以确保他们能快速掌握西方先进战机的操作与战术应用。这意味着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随着幻影战机与先进导弹即将入列，乌克兰的空防体系将大幅增强，而顿涅茨克北部的战局也将迎来新一轮的激烈较量。俄乌前线战况再次升级，乌克兰通过猛烈的反攻行动，暂时缓解了红军村方向的紧张局势。最新消息显示，乌军在这一带成功收复了苏赫茨克的失地。据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10月25日，乌克兰第82空降突击旅在红军村沿线发起强势反击，目标直指俄军防御阵地。战斗于清晨打响，在 FPV 无人机的密集掩护下，乌军突击分队迅速突破了俄方防线。经过长达5个多小时的激烈交火，乌克兰部队最终重新夺回了苏赫茨克区域的控制权。前线画面显示，乌军士兵在当地升起了蓝黄相间的国旗，象征着该地区已重回乌克兰掌控。与此同时，类似的反攻也在维尔纽斯附近展开。乌克兰第25突击营突袭俄军据点，成功夺取一块阵地。视频资料中可以看到，乌军俘获了数名俄军士兵，对方排成队列缴械投降，周围的交火声也随之平息。不过，红军村方向的局势仍旧极为紧张。战斗最激烈的区域集中在红军村奥列克桑德罗格勒一线，这里几乎已成为整个顿涅茨克前线的火力焦点。根据乌方通报，在过去不到24小时内，该方向共发生了约140起大小战斗，显示俄军的增兵与乌军的反击正频繁交错，局势持续升温。目前，关于红军村的前线消息依旧混乱，各方发布的战报互有矛盾。俄方宣传员声称已重新夺回当地，但尚无权威渠道予以证实。正如以往一样，局势瞬息万变，红军村仍是俄乌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焦点之一。与此同时，顿涅茨克其他战线也传出新动向。乌克兰空军近期向东线发起了新一轮空袭，一架米格29战斗机向俄军阵地发射了2枚 AGM-88哈姆反雷达导弹。基辅方面罕见地公布了驾驶舱内拍摄的画面，显示飞行员低空掠过战区后锁定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空袭结束后，俄方控制区内至少发生了5起连续爆炸。目前，空袭的具体坐标仍在确认中。但可以确定的是，乌克兰空军如今已频繁介入红军村轴线作战，在该区域的空中与地面上，每100米都可能爆发极为激烈的交火。10月以来，东欧平原再度被浓烈的火药味笼罩。北约9国联合启动的钢铁捍卫者25大型军事演习正在波兰波德拉谢省紧张进行。2万多名盟军士兵在距白俄罗斯边境仅50公里的地带展开实战化演练，600余套重型装备沿着苏瓦尔基走廊一线严阵以待。更令人关注的是，挪威、荷兰等国的 F-35A 隐形战机已悉数完成集结。
50架第5代战机正式进驻波兰第31战术空军基地，构成冷战结束以来北约东翼最庞大的隐形机群。整个东欧天际线如今被喷气声与警戒雷达织成的网路所覆盖。这场大规模集结的导火索是9月9日深夜的一次无人机入侵事件。波兰防空雷达当晚侦测到23架无人机从东方方向越境而来，荷兰驻波兰的 F-35A 随即紧急升空，在10公里外发射 AIM-120C 中程空对空导弹，击落其中一架被怀疑隶属俄军的海鹰10无人机。尽管俄方坚称与此无关，但局势瞬间升温。加里宁格勒州当即增设2个 S-400防空营，芬兰湾方向更是设了锆10高超音速导弹，其射程几乎可覆盖整个波罗的海空域。作为回应，北约迅速启动代号东部哨兵的联合行动，法国阵风、德国台风、丹麦 F-16战机轮番升空巡逻。NASAMS 防空系统在波兰热舒夫市外搭建起25公里半径的防御圈，可同时拦截多达16个空中目标。与此同时，挪威派遣100名军人及配套设备进入波兰，与荷兰 F-35共同组成5代机加中程防空的双层防线，专门用于应对来自俄方的无人机与巡航导弹威胁。整个东翼的天空几乎每分每秒都处于锁定与反锁定的对峙状态。北约高压行动一出，俄白联军立即展开反制。代号西部2025的俄白联合军演在边境另一侧展开，规模达到惊人的10万兵力。演习地点距波兰边境仅100公里，参演兵力包括300架战机与250艘舰艇，甚至公开模拟核武器的使用过程。克里姆林宫紧急任命叙利亚与哈尔科夫战场老将谢尔盖·基塞尔中将出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这位以攻坚强硬著称的指挥官，被视为俄军应对潜在冲突的尖刀人物。在兵力与装备对比上，北约的空中力量占据明显优势，前线已有50架 F-35对阵俄军西部军区的30架苏57战机，防空系统的密度也远超俄方。然而，俄方手中的锆10高超音速导弹仍是北约难以完全拦截的威胁，其突防能力成为东欧局势中最大的未知数。更令局势复杂的是，波兰公开要求加入北约核共享计划，希望引入外国核武器部署本国境内。与此同时，俄白联合军演的核演练环节则让核阴影再次笼罩东欧上空。一切的焦点都指向那条被称为欧洲火药桶引线的苏瓦尔基走廊。这条仅100公里的狭长地带是波罗的海3国与欧盟的唯一陆路通道，同时也是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与白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咽喉。若北约掌控此地，俄方在加里宁格勒的部队将被完全孤立；若俄军夺取走廊，则可一举切断北约东翼的交通与布给线。如今，德国豹 2A6 主战坦克已进驻距白俄罗斯边境15公里的立陶宛基地，而俄军北方集团军群也在对岸集结重兵，双方在这条走廊上进行着几乎零距离的对峙。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已公开表示，正部署新一代激光反无人机系统与 AI 预警网路，以防范任何可能的突发袭击。俄方则在总结俄乌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其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而随着美国第5军司令部永久进驻波兰，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东西方军事集群已经在东欧平原上成型。每一次雷达闪烁，每一架战机起飞，都是可能引爆新一轮连锁反应的火花。近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所有27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未来4年向乌克兰提供额外500亿欧元援助。此举引发全球关注。这笔被乌克兰称为生存保障的资金，包括170亿欧元赠款与330亿欧元低息贷款，将直接通过欧盟预算拨付，彻底改变以往年审年批的繁琐程序。更令人关注的是资金到位速度，欧盟官员确认，首批援助已启动拨付流程，预计72小时内注入乌克兰财政部账户，用于公务员薪资及公共服务、运维等保命开支，精准对应乌财政部此前警告的3月将耗尽资金的紧急情况。此次共识的达成，也意味着欧盟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博弈告一段落。峰会前，欧尔班在社交平台上抨击欧盟官僚勒索，坚称捍卫本国利益。
但欧盟施压手段以就位、启动里斯本条约第7条威胁、冻结200亿欧元对匈援助等应招，迫使欧尔班让步。最终妥协方案兼顾三方利益，欧盟取消匈牙利年度否决权，但每2年审查资金使用，同时承诺其欧盟资金不流向乌克兰，并设立专项监管机制。500亿欧元援助落地后，欧盟对乌总援助额已升至1775亿欧元，涵盖财政、军事与人道各领域。过去数据显示，这类资金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2023年，通过乌克兰基金拨付的190亿欧元，使公共服务中断率从 45% 降至 12%， 基辅等城市水电保障率恢复至战前水平的 80% 以上。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